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这2天我们湘西这里降温了，大概只有10度左右。看我也穿上了棉衣。我们木房子的2边都是厢房，也是砖结构的。其实一直以来挺纠结的，这个地面该去贴瓷砖还是做水磨石呢？想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我还是决定用水磨石来做。因为我们南方这边可能熟悉的朋友应该清楚，到夏天的阴雨季节，它是地面比较潮湿的。如果贴瓷砖的话，可能在下雨之前就会有一层水吧，很潮。所以说做水磨石它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。那做水磨石之前就要先打一个垫层，水泥砂浆我们已经拉过来了，师傅在里面应该是打水平线，待会儿呢我们就准备打这个垫层了，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很多朋友告诉我们院坝视野很好，很喜欢，想来这边看一看。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拆掉了蓄水池之后，这边啊确实视线更好了，尤其我们把2棵梨树也砍掉了。今天就要开始从左手边的厢房先打一个垫层，打好了之后再开始做水磨石。这边的床铺铝合金框架已经之前装好了，木匠师傅还是做这个撑方和横方，把这些撑方和横方装好了之后，就可以装木板墙了。这边地面的杂物基本上已经全部清理出去了。去年建这个木房子的时候，我们在地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基础，打了一层薄薄的水泥砂浆，做了几个月的工，上面都也好多混凝土都已经烂掉了，现在要重新清理，打好水平。整个2边的厢房加上该檐也有差不多100多平左右吧。在我们这边做水磨石，如果全包给一些专业的人员去做，是170、8左右，最便宜的有112，材料不一样，做法有点区别。现在我们是自己来做，要节约不少。现在打好了水平，就要盘上墨线了。然后我们打这个垫层，基本上就是和墨线相平的。这边已经盘好了，你再来看一下，也是相平的方法。这边还剩2包水泥，把它移开，把这根墨线给弹好。那明的那明年的贡献哦，不在里头的。来吧。这边也弹好了。今天没开太阳，光线还是很暗的。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木地板的下方全部都是空的。我们做好水磨石之后也是空的。这个蚊虫和老鼠怎么去防止进入呢？到时候我们会去买一些不锈钢的钢网，把这边全部给拦住，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。现在要从邻居家的院坝把这些沙子全部转运过来，在里面和水泥砂浆。今天没有太阳了，
所以感觉还是挺冷的。木匠师傅依然是做这些侧方和横方。我们的沙子、水泥都是从这里转移进去。还是要很多材料的，大概要打6公分左右的厚度吧。卫生间里面已经打好了。做这个基础是一个体力活，要把这些水泥沙子全部运进来，在这边和水泥砂浆。整栋房子我记得应该是花了好几十吨水泥的吧。我们的院坝还是全部买的商品的混凝土，包括两边厢房的顶上都是商品的混凝土，要不然用的更多。1方沙子大概用到7包水泥。这个独立的卫生间已经是做好了硬化，也是打了一个基础。这里面要贴瓷砖的，这些管道还有灯线盒都已经提前预买好了。这边是洗脸瓶的位置，因为这边是窗破，装不了玻璃，所以洗脸盆就安装在这个位置了。这边是一个马桶，里面是做一个隔断，做一个闭漏淋浴的地方。水管我们是直接安装在墙内，隐藏式的。以后这个上面要做一个吊顶，这些灯线都提前预买好了。这边房间里面和该檐是同一个水平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墨线是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到的。把这边的基础做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前面买水磨石的材料，然后自己来做水磨石。这是光的。这个样。做水磨石的水泥不够，我们又叫了拖拉机，拉了3吨水泥过来。这个房间的垫层已经打好了，全部都是按着水平线来打的。等干了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做水磨石了。房间这边要比卫生间高出5公分左右，卫生间里面也打好了垫层。里面打好了垫层，外面这一间现在也要开始破水泥砂浆了。这边要更宽一些，大概有30来个平方。
沙子只能一车一车的转运过来。打饭，摊个饭，哪更饭的人累呀？那个还不对。啊？这个说白的徐子丹，那个子丹的徐子丹说白贵，不搞不一样不一样，不搞那个相应。那西风。我是差不多，那西风的位置噻。我水找水，现在是第二天的上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昨天打好的垫层，总共也用到了4方多的水泥砂浆。这是木地板下方留了通风的位置，防止这些水泥砂浆会倒入木地板下方。我们是连接了一些模板，相当于我们整个左手边的厢房和该檐的位置都是同一个水平面。水磨石我们准备采用白颜色的水泥，所以这2天把这个垫层做好了之后，我们要去城里面买白水泥，还要买一些亮石之类的。一开始啊，确实想到了很多种方案，准备贴瓷砖，也准备做木地板，还想到去用石板来贴，但是最后啊，综合考虑了之后，还是决定用水磨石来做。第一个成本不是很高，它主要是比较实用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这边是比较容易受潮的，因为南方嘛，水磨石的话，它基本上很好的去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所以综合考虑，我们还是决定用水磨石来做这个两边的厢房地面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